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播客电波未来，我是这期节目的代班主持一楠。那之所以要代班呢，是因为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主播温迪今天要作为嘉宾来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创业组队怎么选队友。还是先请温迪和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电波未来的听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作为嘉宾来参与这次这个电波未来的录制。OK， 好的。其实温迪是这个非常资深的这个组织建设和人才发展的专家啊，因为这个既有很多年的头部咨询公司的经历，然后又在未来和未来资本工作了已经10年以上啊，现在也是负责我们基金的运营以及对我们投后企业的这个深度赋能。所以其实看过甚至经历过很多创业公司的这个人才招募啊、组织建设啊，也给过他们很多这种深度的支持。所以今天围绕这个创业组队这个话题呢，我们给温迪准备了一些场景。那这些场景都是来源于企业里面真实出现过的，都是创业者真实面对过的问题，来听听温迪会给出什么建议啊。OK，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场景这个模拟开始啊，比如说现在我是一个有这个很强技术能力的一个创业者，然后我的商业计划也得到了天使投资人的支持。OK， 我现在要开始组队成立公司了。那我的核心团队，比如说合伙人也好，或者叫联创也好，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是比如说长短板互补的啊，我擅长技术呢，他们可能更擅长商业或者产品啊，然后或者比如说价值观一致的，然后甚至说听话的啊，同学或者同事之类的，怎么选？之前看到这个问题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可能就很多事儿不是这个非常绝对的黑与白的这个事儿，但是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如果是找这个联创啊，是找合伙人啊，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0和1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这个价值观一致，就我觉得反正3观一致肯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价值观一致是1啊，然后后面这个能力是不是互补啊，然后说这个交流是不是通畅啊，然后协作的是不是好呀，或者说你的星座血型八字是不是配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后面的这个0。如果是这个3观不一致、价值观不一致，这事儿就是搞不定。我觉得很多公司很可能都是因为最后这个联创的沟通不畅，最终这个分崩离析的。你说的这个价值观是指做人做事的价值观，还是说公司对于公司愿景的这种价值观？对，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也在想说，这个讲价值观可能很抽象。那我觉得说，如果是就放到2个非常底层的这个问题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可能是第一个是说这个为什么创业。对，这个就是肯定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答案的，不能是一个人是为了我的这个商业的梦想，一个人就是为了我这个人生的一口饭，挣更多的这个钱，这我觉得就叫价值观不一致。就是如果有的人是为了短期，就是一个项目挣个钱，对吧？然后有些人是想我做一个伟大的产品，那可能不适合组队。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了，就很多人可能还会说一些这个道德的底线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不管是你在选择这个人生的这个 partner， 你还是选择事业的这个 partner 上，这些都是基础。但是在这2个问题上，为什么创业，还有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个什么事儿是不能妥协的，我觉得这个在非常的这个初期，大家都是应该要有非常明确的能达成共识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问题其实挺复杂的。为什么复杂呢？是说天使轮的这样的这个团队，我们其实也分就是不同的这个行业。假设说就是我说这个我们是这个非常新的这个行业，技术很新，然后这个完全是这个新的这个团队在做这个新的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其实留给团队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试错的这个成本可能时间还长一些。那前期的话就说我们可能这个早期想找技术上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联创，然后跟他一起来把这个产品先能从0到1的这个去做出来然后就是即使在初期就是我们说这个在整体的这个商业能力上没有那么互补也没关系，因为说可能这个赛道整体大家都跑得没有那么快还有时间，对，还有时间，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针对这个新的这个行业。但是如果是这个针对一些就难一些，就是这个老的这个行业吧，你是做这个比如说是做这个进口替代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老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更替，那
对后期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能力就会很重要。我觉得就其实我觉得汽车的这个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前期肯定是技术最重要啊，但是就是你这个技术一旦产生，就做出来了，然后也有第一个 alpha 客户之后，后面有没有快速的这个复制，然后让你的这个成本很快的这个去降低，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能力就显得这个尤为的重要。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投的很多的这个公司都是在就是商业化的这个点上，就是一旦走过去了，它就这个一下就出现了这个井喷。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途达通啊。然后还有我们之前访谈过的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处于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是可能是价值观，第二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说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能力互补上是不是要完整？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来去看。然后呢，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投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在技术上就是很新的话，很多它都是熟人创业。这熟人创业就有的说是以前是老同事。也有就是以前是在一些这个大赛里面这个认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看了一些具身智能的这个公司，很多都是这个 Robo Challenge 这个以前这个打比赛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队友然后都有这个早期的一些就是互相合作协作的这个基础那他们在这个合作上是有这个信任感的，然后互相之间技术也是这个觉得说这个互相是认可的。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这样的这个团队能够快速的组建起来，然后把这个0到1做出来，这是我刚才讲的可能不是完全一个适合飞的这样的这个事儿，而是说就是在合适的这个赛道选择合适的这个人，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再把能力补全，可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创业者他在一条路上可能要去思考的这个事儿。确实，这个一开始这个核心班子建好了，不是说它一定就能成功，但是至少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对吧？或者说拿到这个天使投资人的这个钱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对，这个至少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带着隐患上路的这么一个团队。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新年第一期节目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其实在过去的2期节目里面，其实都提到了创业组队这件事儿。那比如上期的嘉宾是这个途达通的这个创始人鲍总，那我记得他在分享这个创业经验的时候，第一条讲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对的合伙人，对吧？然后上期节目呢是我们这个未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燕，他也讲到就是现在这个科学家或者教授出来创业，其实是整个科创领域的一个大趋势。那也经常出现就是可能是一个科学家加一个企业家组队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是未来一段时间很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一个话题了。对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情景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可能天使轮的情况，那现在可能比如说我的创业公司经过这个7、8年的发展已经比如说融到 D 轮了，然后我准备开启这个上市之路了，在为这个 IPO 做准备了。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投资人认为说因为你要进入资本市场的话，你这个业务做的还不够大，对吧？还不够快，那觉得你的创始团队能力不够，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提出来是不是要从大厂引入一批新的高管来做这个 CXO。但是当年跟我一起创业的这些比如说同学这个初创的这些兄弟们，可能现在都是 VP 了，他们本来是我的减1，对吧？但是这些你在他们上面再架一层 CXO， 他们变成我的减2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投资人给了这种建议，你觉得你建议这个 CEO 怎么办？我觉得在实操上如果是标准的这个动作的话，就刚才你的这个假设我觉得是个假命题。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除非是这个行业它真的是在风口上，时机特别特别的好，不然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创始人会有这样几个瞬间觉得说可能兄弟们有点跟不上。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外部的投资人先感受到的，我觉得 CEO 他自己的这个感知应该是最强的。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应该有一个逐步的去调整的这样的这个机制了。是不是一定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但跟着自己创业的这个兄弟，这个每个人优势劣势在哪里，他的这个潜力在哪儿，然后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有一些的重点的这个板块，他就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做。我打个比方说，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在做的这个像零部件这些，那
你像你生产啊、质量啊这些，它就是非常吃年头的，就是它必须要有经验的人去做，它才能把这个量产质量，然后做得更好，做得更快。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还是相信我自己的这个兄弟能把这事儿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假命题对。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觉得说就是有不太行的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调整应该是逐步就应该去进行了，而不是应该说在上市之前一下子空降一批。我觉得说不管是这个 CEO 就是再强，或者是他的这个兄弟们接受度再高，就是你在上市之前放一批就是完全就是做事的风格、沟通的这个风格都不太一样的这个人进来，我觉得假以时日啊，如果是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可能能融合成一支好的这个团队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操作肯定不是像我们会建议的，因为就是一听上去就知道说这个风险非常非常的这个高。那我觉得说这个，那反过来说，我觉得成熟的这个 CEO 应该是就是公司的 CHO， 他才应该是这个公司的这个首席人力官，他应该想到的是说在前进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谁然后需要什么样的人在这个除了融资之外，除了战略之外，我觉得他最应该花时间的事情就是把他的简易的这个班子调好。那我们身边其实我们自己投的这个企业里边，我可能没有办法具名但是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这个例子的有这个相对来说资深一点的就是大厂的这个高管这个做芯片的，他带着他的兄弟们一起出来创业，然后的话这个引进了一些商业化的这个人才，然后这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我说这个虽然可能在这个文化的融合上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他引进的外边的大厂的这个人才，把整个公司的原先的外企的这个文化整体的这个盘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好的例子。第二个是说就是像我们也有投非常年轻的这个 CEO， 他的跟他一起这个创业的都是他的这个同学，开始也给了非常好的这个 title， 大家都是奔着说这个当公司的合伙人来的，但是在公司一旦这个起势了这个之后，他发现说他的兄弟跟不上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挣扎，但是也是逐步的，然后把这个兄弟们可能放到减2或者减3的这个位置上，让更有经验的人去带他们。其实我觉得 CEO 就是一方面说就是还是应该站在这个公司的整体去看这个事儿然后对公司负责，然后其次的话其实也是对兄弟负责，因为有更有经验的人去带他们，他们才有可能成长着更快。然后职业经理人可能只是在上市的过程当中陪伴一段路，如果是兄弟时间留得足够长的话，可能还是能冒出来的。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好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方式，而不是一味的是说给他更多的钱，给他更多的这个岗位，这个就是对这个兄弟好，对公司好。我觉得这事儿反正这个还是需要 CEO 最终能想明白。那我们非常庆幸说这个我们投的很多的这个公司的 CEO 这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对，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 CEO 要带着他的简易们一起成长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投后活动的时候也要考虑让一些 CEO 的简易们也进来多参与一些？对，其实公司它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管，它是什么样的这个风格，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CEO 和他的这个简易要统一一套语言，就是他们的这个想法要是一致的，然后才可能让这个公司发展的更好。对。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有的公司也可能是大厂来的这个高管，就是大厂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话题，其实也是一直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可能尤其之前在互联网行业，很多这个腾讯、阿里或者字节从大厂出来的，可能是 VP 也好，或者是这个GM 或者总监，那可能到所谓的中厂或者是小厂，就是更早期一点的企业，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迷信，觉得他们是在大厂里面有过成功经验的，然后就引入了一些，然后但这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好像不适配的情况。就是可能大厂的高管到了小的企业里面，发现我在大厂做的很顺利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小厂或者中厂我做不出来好像就感觉那也不是我能力的问题我之前也证明过我自己了，但是你这公司好像没有好的基础设施没有相应的人才的密度呢，这个事儿我又做不出来。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大厂出来的这些职业经理人 CEO 应该怎么看？就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再往前倒一倒，因为我是做 HR 出身嘛，我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看人的这个简历，他的这个经历很多时候是决定了，就是
也不是决定了，就是证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人。你看经历有可能会错判，但是概率不大。大厂我们也会去看说他是什么阶段加入的，对，然后这个他待的时间长不长，对，然后在大厂里面有没有做过一些这个从零到一，然后突破自己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大厂更多的是代表的这个视野，是吃过见过，他见过好的这个体系，他也见过说这个事情从零到一，从1到10，甚至到100，然后做大，他是这个怎么去运作的。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想要找这个大厂的这个人来。是说，就是我在我的这个后期的这个阶段，我遇到了一些这个阻碍，我希望用一些更标准化、更大厂的这个方式去做。那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是说，这个大厂的人好不好用？我觉得分成2个分类讨论。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说你这个岗位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我打个比方说，如果是这个你想找个 HR。是不是大厂的这个人好用？那你找 HR 如果是想要建一套这个贴合这个公司的这个体系，然后并且的话又比较完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好用的。但是这个我们肯定还要去看他说，就是他有没有说在大厂里面这个有根据公司的这个情况去调整一些制度，然后根据业务的这个情况去变通的这样的这个能力，然后配合着去看说他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那同样的就说这个，如果是我们现在这个商业化上，我需要去找一个人那我很多时候我看重的是他的就是销售的一些的这个资源，我 to B 的他认识很多人，这个时候你聊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去判断说他的之所以能做成这些单子，是因为大厂的这个光环，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经历了这个cold call 敲门，然后高层的这个资源的这个互换啊等等的。所以说它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需要在面试的这个当中去详细的这个去问，然后真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是不是适合找这个大厂的这个人呢？我只能说这个创始人招聘还是要这个相对来说高管的这个还是要谨慎一些。这个我觉得这个聊个3-4次，多聊几次，借助一些外部的专业的这个力量，让投资人或者是让身边的一些就是专业的这个朋友帮忙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要收这个多方面的这个意见，才能决定说这个人合不合适。但就是这个大厂的这个光环，我觉得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光环都不能决定说他是不是个好用的人。对，大厂高管这4个字就是有的时候概念太泛化，对，而且很泛化的一个标签，就是你还得把这个标签撕掉之后拆开来看这个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资源。那你刚才讲到就是比如说在面试的过程里面，如果对于这样的有大厂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你们会有一些什么必问的问题吗？我肯定还是想看他创新，那个是不是有从0到1的这个能力然后我必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就是那你觉得说你干过的最让你自己觉得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讲的这个事例，我觉得很一般，那就证明可能真的很一般，对，就他认为的好就到那儿了，他的标准，他的好，他是这个回想了一下，他觉得好的这个标准就到那儿了，那我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就一般，然后。如果就是讲的这个事儿比较 impressive，你觉得说，哎呦，这个有点东西，那就要细问，就是这个怎么提出的，有没有人有异议，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他怎么去说服别人的？问的越细，就是用我们的常识越能去判断说这个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件事儿他到底是。是吃过还是见过我觉得这还是非常的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他真的是主导者然后主力去推动这件事情的这个人的话，他能讲出很多细节然后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啊等等的，你都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真实。但是他如果是只是一个推动者，其实在问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了解到说，这个好像这事儿不是他主要去推的，所以那这个我觉得是在创业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就没有资源的时候，你能不能这个去找资源？然后这个没有人帮忙的时候，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去帮忙，然后把事儿做成？那我觉得这个对创业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的，这里面
很多时候还考察了他的这个人际的能力，他向上的管理跟评级，还有跟团队的这个管理当中，其实都在这个问题里面了。对。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我自己之前被面试的时候，被也是一个基金的管理合伙人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他也问过，就是说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最成功的一个 case 是什么？然后他问了我，就是你讲一个你失败的 case。你们会问这种问题吗？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必问的吧，就因为你刚才问我说一个，如果是第二个必问，对，还是会问这个，对，我肯定是会问的。你们怎么看待失败？对，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成长，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反思。你肯定是希望就是找来的这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找来的这个人是学习力很强，然后自省能力很强，然后万事儿都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然后不断的这个去自我的更新迭代的。那他对失败的这个复盘，一个就是能去看问题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程度，然后第二个就这个他是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找原因，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学习力，就是他未来的这个潜力到底是有多少对，这些的话就是如果是只问2个，那这个就是我们会问的2个问题。对 OK， 然后我们换一个角度啊，就刚才讲到说，比如说是这个外来引入的职业经理人来做可能 CEO 的减1，然后把这个原有的一些减1变成了减2。这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这些 VP 都是老板创业时候的兄弟，对吧？都很熟了，这么多年跟着老板一起做过这么多事，都是兄弟。现在你在我上面架了一个 CHRO， 但是很多事情我还是会绕过你，直接去跟老板说。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外来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也挺难的。这个事儿有解吗？就是这种他有一种不信任感，你就是吧，对吧？就是假如说我来做这个职位，我下面的人也老绕过我，直接去跟老板讲，就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也放不开手脚。我很有意思啊！我这2天就是在听那个冯唐讲《资治通鉴》，然后这个《资治通鉴》里面他就说这个礼分名器，他说这个君王最重要的就是礼，他说 CEO 最重要的也是礼。礼是什么呢？讲的是规则，就是你公司里边的这个行事的规则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就是这是2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CEO 他自己可能还是得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标准在，既然你找这个人来，你就得信任他，然后这个我自己也有过一些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啊，在我职业非常早期的时候，然后在咨询公司，然后因为咨询公司也是非常扁平的这个文化，然后这个当时做项目各方面也都还可以，所以说这个我跟老板之间的沟通也不错，然后那个时候就应该我记得就还没有微信，可能就这个还是我们通过这个发短信啊什么样的这个飞信这样的这个方式再去联系的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就我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老板就给我上了一课，就我如果是问他一些就是这个日常的无关无伤大雅的这个事儿，他基本都是回复我的。但是如果是我这个越问了一些，就是可能应该是跟我的项目经理直接去汇报的这个事儿，老板通常都不回。这个很有边界感，他非常有边界感。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啊，第一次不回，我想是不是没看到？然后我又发了第2次，然后我第2次都还没回，我就想了。然后这个我甚至还找朋友问了，后来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反正我的一个就是比我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事儿是不是不应该你问？我当时我恍然大悟，我觉得这个是反正是我自己职业早期非常重要的 lesson learned，就是说这个这个是我刚才说的礼。就老板的他对这个规则的这个尊重，对，这事儿是很重要的。对，他完全是可以去让他的这个兄弟们明白说这事儿到底该是怎么回事儿。没错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是看这个职业经理人是否成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倒不是说就是他来了以后怎么去向上管理和向下的这个管理，因为我觉得他站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就是他的这个上面和下面都不太成熟的这个时候，他就很难做，的确会很难做。我觉得这个可能放任何人都是这样。是的。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预期的这个管理，它其实是在入职之前就应该跟老板沟通好的，就是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去了解说这样的这个情况会不会发生，然后老板的这个成熟度到哪里，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所以说这个等发生了以后再去解决
有解决的可能，但是可能应该是在他这个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应该跟老板把这个 expectation 要设定好，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兄弟这个会有这样的这个越级汇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发生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开始的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规则边界设定好，这样的话就是能让他这个后期的这个工作各方面就更顺畅一些。我觉得这个反正也既考验这个老大的这个格局和他对规则的尊重，同时也非常考验这个招来的这个 CXO 他本身原先在他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一些沟通协调，然后人情世故各方面的这个能力。是 OK，然后确实是非常棘手的情况，但也非常常见的情况。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下一个情境就是比如现在公司我想好了，我就是要招一个高管，那有一个候选人可能他的能力和经验都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可能呢在比如说对于公司的价值观愿景或者说这种文化上可能有点冲突，比如说我们原来都是这个外企出来的人，但是可能这个候选人呢他一直在本土的这种企业里面做，比如做销售就相对比较的跟外企的风格不是那么统一，是吧？然后可能在有些方面和公司不是特别的匹配，那可能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能长期陪跑公司的人，他可能就是为了比如说做一个 IPO 的项目或者达成某一个阶段性的要求，他赚一笔钱然后他就走了，有可能是这样的人。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岗位可能已经招了3个月了，我就是说我又觉得急需有人需要顶上来解决问题，那所以这时候这个面对这样的候选人你们会怎么建议这个 CEO？对，就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标准答案肯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但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经常会讲就是价值观和业绩，如果你去画的话，就是这个有小白兔，然后也会有这个独狼然后小白兔就是这个不好，那独狼更不好，它是对这个文化和价值观是有伤害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教科书式的一些的这个回答。那我觉得就是价值观这个不合适，我觉得就是这个还分2种情况。第一个是你刚才讲的风格不一样，就是原先是外企，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这个比较 decent， 然后这个大家沟通这个都这个有理有节，然后也没有那么激进。对那如果是引入一个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叫什么泥腿子打出来的这样的这个人会不会不好？我觉得这种的这个差异是没有绝对的好跟坏的我觉得说这个只是不一样只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可能不是太大的这个障碍对，因为我们通常讲的都是说这个价值观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嘛，就公司提倡这个写作这人就是个独狼他就只管我自己干完，这个其他人我都不管的。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要慎重的这个考虑说这人是不是应该进来，但是呢就是教科书上都可能说不要，但是就是我觉得也可能也需要具体 case 具体分析这岗位已经别说这个3个月，我也见过说招了半年招了1年都没有合适的这个候选人的然后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你有这个急需人能够帮你去这个打开这个市场，那这样的这个人你要还是不要如果是在生死关头的话，我自己觉得可能首先还是得活下来，但是得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堡垒得把防空洞给这个建好CEO 要做很多的这个工作，让他尽可能的不要伤害到别人，或者说是不是不到公司来然后我宁愿付更多的这个钱以一些顾问的这个方式先让这事儿跑起来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可能要具体这个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操作方式。对对对，只要不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有巨大的这个差异的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根据这个人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去想办法。OK 然后下一个情景也是我觉得可能最近1年都讨论挺多的一个事儿，就是以前经常讲初创公司适合这个叫创始人模式，然后规模化的公司呢可能适合经理人模式，但是这个理论可能就正在被挑战，因为很多大型的公司好像正在从经理人模式开始回归到创始人模式，包括比如说美国这个，你像黄仁勋，他这个可能有60个跟他直接汇报的人，然后像这个马斯克也讲过，就是说我甚至希望想这个亲自去审批每一个这个新入职的员工。那对于 CEO 来讲，
就你怎么看待这种两种模式呢 ？CEO 应该充分的授权下去呢，还是说像黄仁勋一样，就是他自己是一个这个连接所有公司部门的这么一个 hub？ 我感觉有的话说了可能会得罪人。我看看用什么样比较好的这个方式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世界上像乔布斯、黄仁勋和马斯克这样智力、精力都超群的人，我觉得是占人群的非常小的这个一部分。就是当时不是这个有一本书，这个很出名，叫《海底捞学不会》。那我觉得说有的模式，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他可能学不了，不一定能复制。是这个，如果是他也可以一天只睡3-4个小时然后这个别人跟他讨论这个任何的这个问题，他都能够这个答得上来，快速响应，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这个事情上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但是如果是回归到一个我们常规的这个商业模式上面去讲，我觉得说就是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授权然后给下面的这个团队空间，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就 CEO 他的这个，我觉得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是有限的，即使是在人工智能和 AI 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我们的这个效率能够非常高的这个提升，但是人始终还是就是要有你主要 focus 和关注的这个几件事儿，然后在这几件事儿上这个发力然后剩下的也留给别人有一些这个做的这个空间，让其他人也在这件事情上能有一些这个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好的这个模式。对，是，其实这两种模式之所以有讨论，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绝对的对错，对吧？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出名的公司，对吧？就是包括像马斯克或者黄仁勋这种，甚至带有一点个人英雄主义的 CEO 在这儿，然后你觉得这个公司很厉害，好像是因为这样。然后就让我回想起了有几家的这个公司，就是这样的这个公司，它是非常考验他的简一的职业化的这个程度，和他几句话就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对，就是说这个黄仁勋的那60个简一，我相信肯定都是还是厉害的。对，这个可能开会就这个做决策，然后汇报，应该是方案都很清晰然后在过程当中讲得很明白然后准备非常充分，然后这个黄仁勋咔咔咔他就能拍个板，非常快速的能决策。对，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决策的这个效率，他的时间成本其实很低。但是我们的这个创业的公司，很多的时候创业的这个团队就是如果都是这个草班起来的，很多时候他的简易可能没那么成熟。对这个就在创始人他要去做的重要的事情和他要帮他就是可能段位要低好几级的人，还要一起去想方案和想办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当中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有一些这个经验的，其实能帮他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是所以说就是真的还是回到这个刚才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人这个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的，千万不能迷信一种方式来去做这个事儿。对，我们不要去神化一个对，比如说你看到马斯克成功了，好像他所有的方式都是可以去 copy 的。OK， 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聊的这些话题呢，一开始我们在聊怎么选队友，是在聊聚的事儿。然后后来呢，其实慢慢这个话题已经逐渐就是过渡到这个散的这个问题上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呢这个好聚好散的结果它并不是总会发生，对吧？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面对说作为创始人他走到要和队友要说再见的那一天的时候，心里也会很复杂，甚至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所以您建议就是创始人这个时候怎么做？就是因为实际情况下有很多因为分手没分好，然后最后导致给公司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的这个情况。首先呢，我觉得说这个这事儿还是要有一个这个事前的这个准备的。事前的这个准备，我觉得说是在两个人这个合作的这个时候之前就应该把这个分手协议谈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就比较常规的这个事儿，因为我感觉说这个跟创业队友分手，其实除了这个情感上的，然后公司内外部的一些的这个解释的话，最根本的还是股权嘛。所以就是这个在股权设计的这个时候，你肯定得把，就是假设有一天
如果我们走不下去了，然后这事儿该怎么办？我觉得要说清楚，先把利益的部分先把利益的这个部分讲清楚，保证说这个大家都是能接受的。对，我觉得这个就至少是把就是能谈清的这个事儿就已经谈清楚了， 对吧？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说，我相信说这个创始人跟创业的这个合伙人或者是联创一起，就是前期肯定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磨合，然后给过这个足够的这个机会，然后这个最后发现说，哎，可能不合适那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分道扬镳了。那如果这个是创始人单方面做的这个决定的话，我觉得最好的这个方式还是坦诚的这个沟通，两个人直接沟通，对，两个人直接讲，直接的这个沟通，然后这个不要去搞一些这个小动作，比如说让别人去聊啊，吹风啊或者什么的，就因为反而在这个时候就是两个人这个感情是最容易受损的这个时候，是对。然后相对来说就是如果是还是认可对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的贡献的话，就是肯定还是得给一些比较体面的这个补偿，然后双方不吃亏然后这样就比较体面的这个分手。因为就除了这个经济利益之外，我觉得公司的这个内部其实包括是投资人，很多人都会再去看说就再去你再怎么样处理这么一件事儿最怕的就是这个联创走了，然后他把这个下面的这个人心也都搅散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会比较难看，这个对公司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肯定不利。所以说这个事前谈好利益，然后坦诚沟通然后好聚好散。对，明白。是的，其实不论是从投资人的角度还是从市场的角度，其实都在观察公司在处理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到底怎么样去做的，对吧？这也是反映公司的一个经营水平或者反映 CEO 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对，如果我们去看说就是这个全球现在就是这个做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然后这个通常就是这个它都会建立就是像一些这些 rotation 啊，然后这样的这个机制，或者是组织架构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和调整。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在组织内部的这个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告别。因为你人走了以后，其实组织内部它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嘛。你怎么去看说公司我真的就是已经像有自己的这个造血机制，已经过得这个非常这个健康了。其实就看的是说就是是不是就是我任何一个人然后我轮岗调岗，然后或者是我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汇报线我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这个之后，然后我组织还能够非常好的这个运转，甚至说我应对我的战略和业务做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调整，让我的公司更有战斗力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全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式吧因为就是这事儿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就肯定是说这样的这个调整是在现在的这个时点下对我的业务目标是最有利的然后我肯定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 CEO 怎么去传递，然后我内部的这个机制是不是能支持我这样的实时的这个变动和调整，这个都是非常考验就是一个组织的这个韧性和它的这个功力的地方。对，我觉得温迪说的这个韧性这个词特别好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创业是一场长征，一开始选择和谁一起出发非常重要，然后同时呢这个长征的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困难，也需要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能把这种调整转化成公司和组织的韧性，才会让团队走得更远。 OK， 那非常感谢温迪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也谢谢一楠，然后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然后以上观点仅代表温蒂的个人的看法。对，我们在这儿也叠个甲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是的只是一个可能叫标准的参考答案。对对，我们可能只是讲了一些大的原则和参考，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大家具体的去看。OK， 那最后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w Radio、 小宇宙、 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